此时此刻的迪恩对叶晨说的每一个字都不敢再有任何怀疑。当听到叶晨要不断摧残自己直至自己消亡，他的内心就像是一个生长在热带雨林从未在自然中见过冰雪的人忽然被丢进了灌满液氮的水池一样绝望。他知道自己在叶晨面前完全不是对手，也知道自己外面那些小弟加起来也肯定不是叶晨的对手，所以他更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有脱身的可能。如果小弟们意识到不对劲杀进来，那估计都会被叶晨制服，自己依旧无法得到拯救。而现在距离晚饭时间至少还有4个小时，他现在已经不再去想怎么报仇，甚至不再去想怎么挽回自己的面子和尊严，他只想求叶晨停止这种惨无人道的折磨与羞辱。谁能想到，他当初愿意用自己以及他人的死亡去捍卫的荣耀与自尊，竟然被口中破旧不堪、脏臭难忍的马桶刷彻底捅穿、捅碎。跪在地上的他只能含着马桶刷拼命点头，双手在头顶不断作揖，就像一条训练有素的泰迪狗，试图用最卑微的态度换回叶晨的宽恕。叶晨看着他跪在地上的惨状，冷笑一声，开口问道：以前是不是也有人像你跪着求我一样，跪着求过你？迪恩表情瞬间一怔，心里不禁浮现起几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那些都是被他用非人手段折磨致死，亦或者折磨到自杀的可怜虫。其实要单纯说残暴，迪恩远比叶晨残暴得多。他可以将最残忍、最暴力、最侮辱的手段用在最无辜、最怯弱、最可怜的人身上，而且以此为乐。但叶晨即便手段再狠，也从不伤及无辜。叶晨见迪恩不敢做任何回应，微微一笑，开口道：你我第一次见，我还不太了解你的过去，不过不要紧，外面那些人对你的所作所为一定非常了解，让他们来告诉我，你都做过什么。说罢，叶晨抓起马桶刷的尾部，用力向上一挑，直接将跪在地上的迪恩挑了起来，而随之带给迪恩的便是口腔中那更加剧烈多倍的疼痛。他感觉自己的口腔之中已经没有哪怕一块针尖大小的好皮肤，全是那血肉模糊的溃烂，疼得钻心。至于叶晨，他对这种人从来没有半分同情。别看迪恩已经崩溃好几轮了，但在叶晨看来，这也不过就是小小的开胃菜罢了。单手用马桶刷将他挑起来后，叶晨走到卫生间的门口，轻轻拧动了门把手。此时的外面15个人里7、8个人都一脸兴奋，甚至有一个瘦高个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一边解开自己的裤腰带，一边对身边几人说道：老大完事了，该我爽一爽了。说着，他3两步跑到门口，一脸期待地等着卫生间大门打开。门开的那一刻，他环顾着看清里面的情况，便一脸谄媚地说道：老大感觉怎么样？话音刚落，他才发现眼前站着的竟然是一脸冷酷的叶晨。他愣了愣，却还没感觉有何异常，只是淫笑着说道：哎呀，我们的亚洲美人，自己就按耐不住想出来找第2个了。叶晨笑了笑，单手将门内侧的迪恩挑到了他的面前，微笑道：看来你很想成为第2个。那瘦高个子在这一刻仿佛看到了被扒了皮的恶鬼一般，惊恐无比，瞪大了嘴巴，却说不出任何话，甚至发不出任何声音来。他怎么都不敢想象，眼前这个比小丑还要悲惨的男人，竟然就是自己崇拜已久并且追随已久的老大迪恩。迪恩看到他，下意识地想要开口呼救，可是嘴巴依旧被马桶刷死死塞住。他拼命张口，
口腔中的血和分泌的口水瞬间狂涌而出，将那瘦高个吓得头皮发麻。其他人知道迪恩脾气很坏，这种情况下虽然喜欢看热闹，但除了瘦高个之外，几乎没什么人敢凑到跟前来看，所以他们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那瘦高个整个人吓得崩溃，下意识想要后退，可脚刚往后迈出一步，叶晨便抬起一脚狠狠地踹在他的胸口。轰的一声，只见那瘦高个男人直接从卫生间门口成一道抛物线一般倒着飞了出去，然后轰的一声砸在了对面的墙上，整个人几乎哼上一声，就彻底昏了过去。牢房里的其他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了一大跳，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凑过来想要一看究竟，结果便看到了那个惨不忍睹的迪恩。所有人都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一时间都不知该如何是好。而叶晨则用力将马桶刷从迪恩口中抽了出来，随后冷笑一声，对迪恩说道：“来，有什么想对你这些小弟说的，现在就说吧。”马桶塞被抽出去的那一刻，迪恩最想说的就是大喊一声：“给我干掉他！”可是话到嘴边，他却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他心里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叶晨的战斗力在这间牢房就是绝对的降维打击。自己如果让这些小弟对他动手的话，先不说这些小弟会不会被他干掉，单纯就自己这大逆不道的行为，叶晨也一定不会放过自己。叶晨见迪恩不说话，一巴掌抽在他的脸上，冷声道：“你他妈刚才不是还挺能说的吗？我一进这个牢房，你那张破嘴就他妈的没停过，怎么现在玩起深沉了？”迪恩被狠狠抽了一耳光，牙齿都被抽掉了好几颗，剧痛让他的大脑仿佛被无数铁针反复猛扎。而其他人眼看迪恩被打，更是感觉五雷轰顶。他们也知道迪恩的战斗力强悍至极，连迪恩都被摧残成了这个鸟样，自己这些人加起来怕是也不够看的。于是一众人下意识地向后退去，不敢再上前招惹叶晨。而叶晨此时拉过一把塑料椅子，直接坐在十几人的面前，随后又拿起沾满血的马桶刷，在面前的地上用力一甩，地面上便出现了一条由血液组成的红线。随后叶晨淡淡道：“你们给我挺好，我给你们3秒钟的时间，在这道线后面列队站好，我数到3之后，如果还有人没站好的，我就打断他一条腿。”说罢，叶晨便伸出一根手指，高喊1。话音刚落，迪恩便挣扎着站到了他自己的鲜血铸就的红线后面。叶晨这时又伸出一根手指2。其他人虽然完全被吓成了傻子，但眼见迪恩这个受害者都第一时间响应了，谁也不敢再多耽搁。于是一众人便纷纷在红线后面列好了队。叶晨这时点点头，淡淡说出一个字：3。此时所有人都已经列队站好，而唯一一个没来列队的，便是刚才那个被叶晨一脚踹出去撞在墙上昏迷不醒的瘦高个。叶晨此时站起身来，绕过人墙，来到后面，看着那已经昏迷不醒的瘦高个，直接抓住他微微卷曲的头发，将他生生拖到了人墙前面。随后叶晨将他丢在了地上，任他如死狗一般趴在那一动不动，转而对剩下的10几人说道：“刚才说了，如果我数到3，任何一个人没来站好，这家伙跟条死狗一样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根本不把我的话当回事。这样的话，这队伍我以后怎么带？所以我今天就当着你们的面打断他一条腿，让你们知道我这个人说到做到。”众人听得一脸懵逼，心中暗忖，这家伙之所以像死狗一样一动不动，不就是拜你所赐吗？
你怎么还能这么理直气壮地责怪他？正猛逼时，只见叶晨抬起脚，用力在那瘦高个的右腿上踩了下去，咔嚓一声，骨头应声而断。紧接着，那人便瞬间从昏迷中惊醒，抱着自己的残腿满地打滚，哭嚎不已。其他人一个个都看傻了，谁能料到叶晨连一个昏迷不醒的都不放过？他明明已经昏迷了，又怎么可能在他数到3的时候过来列队呢？这不是欺负老师？哦，不对，这不就是欺负人吗？就在一众人惶恐到不敢说话时，人群中一个50多岁的中老年白人战战兢兢地说道：你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已经昏迷了的人，这不公平。公平？叶晨此刻却一脸淡然地说道：常言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行走江湖，讲究的不是公平，而是诚信。说谁没来列队，就打断他一条腿，绝不食言。说着，叶晨皱眉看向他，好奇地问道：老大爷，你到底是何方神圣？这个时候还敢替他说话？那中老年白人鼓起勇气说道：我是一名神父，是上帝的仆人，我为正义说话。叶晨冷笑道：不好意思，我是无神论者，不信上帝。那神父有些紧张地说道：就算你不信上帝，你也不能亵渎上帝。叶晨笑道：你还挺会给人扣帽子，我何时亵渎过上帝了？我只是不把他的仆人放在眼里罢了。说着，叶晨走到他面前，直视他的双眼，问道：老实说，你是什么时候进到这所监狱里来的？那神父抿了抿嘴，慌乱地说道：三年前。叶晨点点头，又问：那你在这个牢房里住了多久了？神父紧张地回答：2年零3个月。叶晨再次点点头，指了指地上的迪恩，又问：你在这里住了这么长时间，应该见过这家伙折磨过不少你们共同的狱友吧？我想知道，他折磨那些人的时候，你替那些人说话了吗？神父一下子说不出话来。他其实并不是要替那个瘦高个说话，也不是真的想为他求饶或者讨个正义，他只是意识到这间牢房已经开启了新的时代。当叶晨挑着迪恩嘴里的马桶刷从卫生间里走出来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已经登基成为这里的新国王。所以他想故意用这种伎俩来在叶晨面前博一个出位，同时也用这种看似很有正义感的行为来向叶晨阐明一件事：自己跟迪恩他们可不是一伙的，你要搞他们没问题，可千万别搞我。而且他也相信自己既然是出于正义，而且又有神父的身份加持，有很大概率不会被叶晨针对甚至报复。那样一来，反而能在这个新时代里获得自保，甚至得到新国王的垂青与信任。可他哪想到，自己精心策划的一个棋局竟然被叶晨一招将死。以前迪恩在加害任何人的时候，他非但没有帮那些人说过一句话，甚至反而告诉迪恩，上帝不会责怪迪恩惩罚那些有罪之人，毕竟能沦落到监狱里来的谁也不是真的一干二净，偷个钱包也是有罪的。所以他这种说辞就很得迪恩喜欢。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在这里明哲保身，从来不会受到任何波及。现在叶晨忽然当着所有人的面询问自己有没有替那些受害者说过话，这让自己怎么回答？这不是杀人诛心吗？叶晨眼见他半天不吭声，直接一个耳光抽在他脸上，打得他原地转了好几圈，门牙也抽没了2颗。一巴掌打过去，这神父转了圈就要栽倒。叶晨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看着他问道：你刚才不是也挺能说的吗？这都被你搬出来了，怎么现在又不说话了？那神父被打得七荤八素，
脸疼的就像爆竹在口腔内直接把腮帮子炸开了一样。他捂着脸，哭喊着说道：“我是神父，你不能打我，上帝会惩罚你的。”叶晨笑了笑，问他：“你既然是神父，是上帝的仆人，那我问你，你是怎么进来的？你一个为上帝服务的神父，怎么能在布鲁克林监狱里沦为阶下囚？你犯的什么法？”神父顿时慌乱至极，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叶晨转而看向神父身边一个棕色皮肤的小子，质问道：“来，你告诉我，这个神父是因为什么进来的？不说或者骗我的话，你的下场可能比那个肌肉男还要惨。”那棕皮肤的小子吓得浑身一激灵，连忙高声喊道：“性侵！他是因为性侵进来的。”说着，他又道：“他叫约翰·劳伦斯，全纽约大名鼎鼎的恋童癖，而且他早就已经不是神职人员了，现在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的神父，简直就是一派胡言。”约翰·劳伦斯顿时如泄了气的皮球，蜷缩在叶晨面前，抖得像一台断了轴的滚筒洗衣机。原来是性侵啊！叶晨撇了撇嘴，看向约翰·劳伦斯，摇头道：“约翰啊，约翰，你说你一大把年纪了，管不住自己的身体，还搞不清自己的状况，多可悲！”说着，叶晨话锋一转：“不过我还是佩服你的勇气的，你这样的人，我肯定的妥善安排。”约翰·劳伦斯一听这话，绝望的内心顿时燃起了一丝希望，而叶晨却开口道：“既然你这么喜欢搞那种事，我肯定不能让你憋着，所以我给你安排个好人选。”说罢，他用脚踢了踢地上的迪恩，开口道：“你给我听好，从今天起，你每天都要用你最拿手的方式让这位劳伦斯先生心满意足，不然的话，我就代表劳伦斯先生定你一个办事不力的罪过，要你的狗命。”